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。1755年，德国哲学家康德用凡人之眼洞悉了宇宙的秘密。他提出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认清我们所处的世界。换句话说，世界是不可知的。世间万物都存在着两种表象：现象和物自体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向日葵其实都不一样。由于人与人之间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微小差异，对黄色的感知都千差万别。当我们欣赏梵高的名画《向日葵》的时候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向日葵，就是梵高自己理解的向日葵，也不见得是那样饱满的黄色。同样，每一个人对味道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，对声音的感受也不一样。康德继续解释，每个物自体都有唯一的本质，因为人类的感知受到了限制，人类永远无法真正的理解那个本质。康德从哲学上阐述了一个有关宇宙的根本问题：世界无法建立在正确感知的基础上。康德的理论非常精彩，乍一听似乎无懈可击，但是仅仅过了几十年，就有人开始挑战康德的理论。他们认为世界不需要感知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确定的。我们的宇宙就像剧本一样，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着剧本在表演。138亿年前，宇宙大爆炸，时间产生了。大约在46亿年前，地球诞生了。37亿年前，地球上产生了生命。5.75亿年前，生命大爆发。距今25万年前，智人出现。直到今天，你在看这个节目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设计好的。我们以为自己拥有自主选择的意识，但实际上，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心跳，都是上天注定的。世界到底是不可感知的，还是早有安排呢？这是一次神秘的探寻旅程。有关寻找自由意志的故事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来到1796年，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宇宙系统论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提出了一个和康德一样的观点。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太阳系是由星云演化而来的。虽然他们的观点一样，但是在分析的角度上却有天壤之别。康德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，而拉普拉斯是从数学、力学的角度对星云说进行了科学的阐述。拉普拉斯不愧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，他还首次预言了宇宙中存在着黑洞。18年后的1814年，他最惊人的理论出现了。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拉普拉斯妖，这是一个思想实验。所谓拉普拉斯妖，是拉普拉斯塑造的一位全能的神。假设这位神知道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的位置，也知道自然的力会将这些粒子运动到什么地方，那么在理论上，他就可以计算过去与未来的任何一件事儿。拉普拉斯妖一出现，就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在当时，人们已经可以利用牛顿定律预测行星的运转轨迹，这证明宏观世界的未来是可以预测的。因为宏观世界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，所以拉普拉斯妖似乎能够预知一切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世界就像是一部钟，在像钟表一样的走动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早就注定的。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在控制着自己的身体，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着个体的自由意志。这种理论称为决定论。决定论是真的吗？所有的一切真的都是上天注定吗？时间来到1925年6月，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一个违背常识的理论。他发现，利用牛顿的经典物理去计算微观的量子世界，总是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值。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而且是非常诡异的不一样。前面说了，在宏观世界里，我们可以用牛顿定律准确地测出行星的位置以及行星的运行速度，但是在微观世界里，
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确定，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，动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。如果想计算动量，那就永远不会知道量子的具体位置。这个理论就是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定理。有一个实验非常有意思啊，可以很直观地看一看什么叫做海森堡测不准原理。把一束激光通过一条狭窄的缝，当缝越来越小的时候，光速也会变得越来越窄。但是当缝隙小于一定的值时，诡异的现象就会出现了。注意看啊，当缝隙继续收小的时候，光斑就会散开，缝隙越小，光斑就变得越宽。这完全是超常规的现象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可以解释这个现象。它的公式是这样写的：德尔塔 x 乘以德尔塔 p 大于等于2/h。简单的解释就是 x 是粒子的位置， p 是粒子的动量。德尔塔 x 表示位置不确定，德尔塔 p 代表动量不确定， h 是普朗克常数。普朗克常数是什么意思啊？在这里就不用解释了，我们只要知道它特别的小就行了。我们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宏观世界的东西，它们的位置和动量的乘积一定远远的大于普朗克常数，所以在宏观世界里看不到这种不确定性。但是当我们把光速不断收小的时候，光子的位置就会越来越趋向于可测量，德尔塔 x 的值就变得越来越小。当德尔塔 x 小于一个定量时，海森堡定理的关系式就会被打破。怎么办呢？这就要求德尔塔 p 的值要不断的变大，光子的动能增加了，光子就会跑到更远的地方去，于是光斑就不断的变大了。这是不是很奇妙呢？很反常理，但是微观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。很快科学家们发现，类似的不确定性关系式总是存在于微观世界里。比如说，量子的能量与时间、角动量与角度之间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关系。这才是世界底层的本质。我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确定的。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对拉普拉斯妖是致命一击。世界的底层无法精确的测量，又怎么能说宇宙的剧本早就写好了呢？但是拉普拉斯妖并没有死，因为人类对量子世界的认知还非常的浅薄。对拉普拉斯妖的一剑封喉要在36年之后。时间来到1961年冬，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教授爱德华·洛伦兹编了一个小程序，他想用计算机来模拟天气预报。当时的计算机特别古老，输入的设备还是打孔纸带，计算一遍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洛伦兹在验证的时候就把小数点后3位以后的数字都去掉了。没想到计算的结果让他目瞪口呆，在第8个数字之后，数值开始产生了变化，越往后数值变化越大，后面不但完全对不上了，而且数字就像是随机出现的一样，完全没有头绪。洛伦兹很快意识到，变化与他去除的数字有关。比如原始数据为0.357231，他仅仅保留了0.357，但是洛伦兹去掉的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。这么一点点的数字，怎么会让结果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？洛伦兹突然意识到，他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领域。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发现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。1963年，洛伦兹将他的发现浓缩成一篇论文，叫《确定性非周期流》。论文指出，初始的微小变化会在未来变成不可预测的巨大变化。从长远来看，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。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，在刚果或者中国，有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，也许会在美国引发龙卷风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。蝴蝶效应并不是危言耸听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机械模型，可以很直观地观测到蝴蝶效应，那就是双摆运动。双摆是将一根单摆连接在另一个单摆的尾部，构成了一个系统。我们把2个双摆放在同一个初始位置上，因为存在着极为微小的状态差异，双摆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走出不同的运动轨迹。它经历的每一条路径、每一个点都是不可预知的。蝴蝶效应说明，所有微小的差异都会在未来被无限放大。我们所处的世界
是混沌的。混沌理论一出，拉普拉斯妖就被彻底的杀死了。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，怎么可能去预测未来呢？如果拉普拉斯妖根本不存在，说明人类的意志完全由自己所控制。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。在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，拉普拉斯妖的理论越来越不吃香，决定论似乎被逼进了棺材里。但是我们的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。20年后，拉普拉斯妖再次满血复活了。这一回是因为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。时间来到1980年初，神经学家本杰明·利贝特做了一个轰动了科学界的实验。实验是这样的：利贝特使用先进的脑电图技术来测量大脑的活动。被试者面前有一个时钟屏幕，上面有60秒的记录器，被试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任意时间，按下按钮。利贝特认为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：大脑先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比如在第55秒的时候按下了停止按钮，脑电波会将信号通过神经组织传递到手指上，然后手指再按下按钮。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但是实验开始之后，利贝特立刻被实验的结果惊呆了。手指按按钮的信号居然早于大脑产生的信号。按下按钮后，大约在200毫秒之后，大脑才有反应。这个延迟被称为利贝特延迟。这说明我们的意识在行动之后，人类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识，实际上并没有。冥冥中似乎有什么未知的事物在控制着我们。利贝特关于决策的实验对认知神经科学和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拉普拉斯妖再次站在了人们面前。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？当科学界还在讨论利贝特的实验时，下一个发现紧接着就产生了，而且结果更惊人。他似乎在数学层面上推断出宇宙就是一段不断生成的代码，宇宙完全是决定论的产物。时间来到1983年，普林斯顿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的办公室里，一本天书突然被计算机打印了出来。进行实验的年轻人叫沃尔夫勒姆，当时只有21岁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，沃尔夫勒姆认为他发现了宇宙的核心秘密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：早在1950年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设想了一种神奇的机器。这个机器只要设定好初始值，就不用管它了，它就像活了一样，会自我繁殖、自动迭代。冯诺依曼管这个机器叫细胞自动机。但是冯诺依曼没能等到计算机大发展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没有机会用计算机制造出细胞自动机。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沃尔夫勒姆的身上。沃尔夫勒姆是这样设计的：他首先构造了一个简单环境，就是一串相连的格子，用白色和黑色来表示生与死两种状态。在格子里放入一个细胞，这个细胞的生与死取决于它左右2个邻居的影响。这3个格子一共可以产生8种不同的形态，8种不同的形态又分别可以定义为生或死。比如2黑1白可以视为生为1，也可以视为死为0。这样8种形态再分别加入生死2种状态，相当于2的8次方，一共有256种组成形式。因为已经定义了第1代的模样，并且知道它们是生是死，所以就可以继续迭代。第2代会产生新的排列图形，循环往复，就可以永远的迭代下去。沃尔夫勒姆将256种形态排列好，分别给它们以规则0到规则255来命名。他用计算机将图形打印了下来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之下，它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，整个人生观彻底的颠覆了。这些图形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因为每个图形都有镜像、补码与补码镜像，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256个，大概有80多种有意义的图形，代表了以最简单的1元细胞机迭代设计出来的世界。这些世界是由1与0构成的，构成的形式与我们的宇宙非常的相似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的宇宙早期也只有2种形态，一个是量子涨落的形态，一个是引力的形态，这就相当于1与0。在这2种形态不断的作用下，产生了基本粒子，就像一个一个的小格子，然后组成了大千世界。所以在一位天才科学家的眼里，
这些简单的图形就是宇宙的图纸。沃尔夫勒姆发现，其中第30号的规则特别像我们的宇宙。这张图既有有序的部分，也有无序的部分。在有序中能发现无序，在无序中又能找到规律。沃尔夫勒姆认为，宇宙可能就像规则30一样，以普朗克时间为基准，也就是5乘以10的-44次方秒。理论上，这是最小的可测量的时间。每经过一个普朗克时间，就迭代一次。如果人类有一台超级计算机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能在这张图上找到自己的人生代码。按照沃尔夫勒姆的理论，拉普拉斯妖就是宇宙的规则，它就是规则30。这样说来，宇宙的剧本的确是写好的，只是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算力去进行计算，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。但是我们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。这样看来，人类并没有所谓的自由意识。讲了这么多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拉普拉斯妖是否存在，有2种完全相反的观点。从量子力学与混沌理论上看，拉普拉斯妖不存在。但是从认知神经科学与细胞自动机的研究中看，拉普拉斯妖似乎又存在。这些都是很前沿的科学。2种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呢？就在科学界争论不休的时候，另一位重量级的科学家说，这2种观点都错了。有关拉普拉斯妖，其实还有完全不同的理解。时间来到2011年，美国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哲学家朱迪亚·博尔因为对因果关系的深刻认知，获得了著名的图灵奖。他的理论非常深奥，涉及到复杂的计算机与统计学的知识。要想理解他的理论，我们要先讲一个小故事。1915年，刚刚取得哈佛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的休厄尔·赖特得到了一份美国农业部的工作，他被分配去养豚鼠。一位博士为什么会去养豚鼠呢？这是因为美国农业部已经养了20年豚鼠了，积累了大量的资料，没人研究，所以需要一位高手来研究这些资料。这些资料非常有价值。赖特不负众望，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。其中有一项研究是这样的：如果豚鼠在母鼠的子宫里多待了1天，这会对出生体重产生多大的影响呢？人们是不可能在母体里对豚鼠进行测量的，但是可以对刚出生的小豚鼠进行测量。数据显示，孕期67天出生的豚鼠，平均比孕期66天的豚鼠重了5.66克。这是否说明豚鼠在母体里多待1天，平均体重会增加5.66克呢？经过更加细致的研究，赖特发现这个结论是错的。幼鼠之所以晚出生，通常是有原因的。同一窝产崽数比较少的幼鼠通常会晚出生，这种情况会对幼鼠的体重产生关键性的影响。例如，在母鼠怀孕66天时，如果它只怀了2只幼鼠，这2只幼鼠的体重会比怀孕了67天，但是怀了4只幼鼠的平均体重要重。原来，出生体重的差异存在着2个原因，一个是怀孕的时长，第二是一胎怀了多少只。除了这2个主要原因外，还有很多次要的原因，比如母鼠的体重、体型、食量等等等等。赖特使用这个例子，生动地告诉我们，事物的因果关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有许多看似合理的因果关系，其实根本就不构成因果关系，或者同一个结果拥有很多不同的因子。赖特是第一个科学指出因果关系复杂性的统计学家。半个多世纪之后，朱迪亚·博尔使用赖特的思考方法，重新分析了拉普拉斯妖的问题。他认为，量子力学与混沌理论也许是自由意志存在的因子之一，但是无法证明它们与自由意志存在着必然的联系。同理，认知神经科学与细胞自动机也许是决定论存在的因子之一，但是也无法证明它们与决定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。博尔解释说，因是动态的，因子在不断的运动与演进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注定了无法在观察和数据中直接发现。这个理论乍一听有点像康德的世界不可知论，但是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。这也符合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是螺旋形上升的，看上去似乎回到了原点，但是在高度上却完全不一样了。
博尔认为，人类可以通过对数据建模和对事物潜在机制的理解，一步一步地去接近世界的真相。虽然在某些方面，人类能够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，但是不确定性又的确是世界的本质。两方面都让他说了，就等于什么都没说。自由意志存在与否，再次陷入了僵局。难道我们永远不会有答案了吗？就在几年之后，博尔提出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验证方法。时间来到2016年3月，韩国首尔4季酒店，世界各国的记者云集于此。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阿尔法 Go 将与14冠王、传奇围棋棋手李世石展开一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世纪大战。代表阿尔法 Go 落子的是台湾业余6段围棋棋手黄世杰博士。第一局，李世石执黑先行。他棋手右上小目。就礼仪而言，越是增加自己的不便，就越能体现对对方的尊重。右上小目离自己比较远，这体现了李世石对对手的尊重。谁也想不到，这第一步之后，阿尔法 Go 居然陷入了深思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等待，半分钟过去了，连解说员都感到奇怪，这一步也等得太久了吧。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种无名的紧张。终于，阿尔法 Go 落右上角星位，这可能也表示了机器对人类棋手的尊敬。比赛正式开始了。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，阿尔法 Go 以4比1战胜了李世石，而李世石胜利的这一局，也是人类顶尖棋手与阿尔法 Go 对弈中唯一胜利的一局。其后，阿尔法 Go 与人类棋手再次对弈了60局，一局未败。2016年3月以后，胜负已定，人类永远的输给了机器。在观看完这场人机大战之后，朱迪亚·博尔恍然大悟，他终于找到了办法去寻找那只拉普拉斯妖。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思想实验。博尔解释道，要想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方法，就是等待强人工智能的出现。如果有一天，人类给人工智能输入了一个指令，而人工智能对人类说不的时候，那就是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。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，我们扮演了上帝的角色。当造物主创造的智能对造物主说不的时候，那将完美的证明自由意志是存在的。博尔不愧为科学家和哲学家，他深刻地洞悉了拉普拉斯妖的实质。从1814年拉普拉斯妖出现，人类对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争论了200多年。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答案，但是却找到了寻找答案的方向。人工智能会对人类说不吗？人类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？这个神秘的问题终将被揭晓。那一天也许远在天边，也许近在眼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别忘了给老明点个赞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